歼 15T 高清噪曝光，它像是歼 11D 的舰载版，性能全面逆袭 FA-18EF。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延绍。在中国003型航母福建舰刚刚下水之际，网上呢又出现了歼 15T 的高清照片。从图片看，歼 15D 的改进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采取了与歼 11D 相似的有源相对雷达。歼 15T 首次确认采用了斜切式的雷达罩，而斜着安装的好处是可以减小飞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所以，仅从雷达的布置情况来看，歼 15D 更可能是使用了歼 11D 的先进技术，毕竟两者都是单座战斗机。有人会问，这次亮相的会不会是歼 11D 而不是歼 15T 呢？答案是不会错，因为歼 15T 的前起落架被大幅度加强，直径增加，前起落架舱采用的是向两边开启的双开门方式，而歼 11T 呢依然采用的是向右侧开启的单开门。另外，这两款飞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那就是歼 11D 采用的是边条翼，而歼 15T 依然沿袭了歼15的外形设计，也就是采用了3翼面气动布局，在原先边条的位置上增设了一对小型的压翼，这恐怕是二者在外观上最大的区别。此外，歼 15T 配备有一字形的翼尖挂架，歼15舰载机的翼尖挂架原来是倒 L 型，它可以挂载不同的载荷，而改成一字形翼尖挂架之后，多半是用于搭载霹雳10空格斗导弹，这是歼 15T 和歼15的一个重要区别之一。歼 15T 的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其机翼前缘配备有雷达或者是电子战装备，这一点在设计上和苏35有类似的地方。由于该机的翼展比较大，因此有更多的空间可以装载一些电子设备。有人认为里面可能安装的是 L 波段的雷达天线，由于 L 波段的波长相对比较长，更适合远距离探测，其探测距离不但远，而且能够具备较强的探测隐身目标的能力。当然，我们目前也不能排除它是电子战天线，当然也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第四，该机的机头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进行了升级，提升了其被动探射空中目标的态势感知能力，从而能够在雷达不开机的情况下引导空导弹对敌方远距离的目标发动攻击。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确认的改进可能有这么几点：第一，它的动力装置会不会和其他战斗机一样变成太行化，也就是说配装涡扇10系列的发动机。因为从趋势上看，涡扇10发动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它的成熟度以及性能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和提升。可以说，换装涡扇10系列发动机是3代半战机的大势所趋。该机的另外一个变化呢，都是我们大家很关注的，它的起飞方式由滑跃改成了弹射。那么弹射起飞的舰载机能不能适应滑跃起飞的方式呢？这个目前还值得观察。那么如果两种方式能够兼容，它就可以大大的扩展这款先进的舰载战斗机在不同航母上的使用。得益于电磁弹射技术的加持，歼 15T 完全可以满弹满油弹射起飞，在作战半径方面和打击能力方面，相比于之前的歼 15战机可谓是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首先，它所建立的防空巡逻圈要比过去有所扩展，起码由300公里扩展到400公里，甚至更远一点，留空时间也可以大大的增强。再加上该机配备了有源相对雷达以及更先进的电子设备，其整体的综合作战能力相比于歼15有了巨大的飞跃，是实实在在的3代半舰载战斗机。也就是说，它比歼15升级了半代。那么美国现役的主力舰载战斗机是 FA-18EF， 这款战机呢也号称是3代半，但是如果比较一下歼 15T 和 FA-18EF， 就可以发现歼 15T 是一款重型的舰载战斗机，
而 FA-18EF 是中型的舰载战斗机。那么无论是载油系数、作战半径，甚至是机动性，二者都会存在着差距。那么这个差距谁在前谁在后呢？很明显，歼 15T 在前，因为它的个头更大，载油系数更高，航程、作战半径都会更大，因为二者都采用的是弹射起飞的方式。那么我们的电磁弹射器的设计，起码要保证歼 15T 这款重型舰载战斗机能够安全地飞起来。FA-18EF 也可以满油满弹发射，但是它的起飞重量要比歼 15T 差，因此无论是它的载弹能力和航程作战半径，恐怕都要有差距。那么在气动设计上，歼 15T 应该也优于 FA-18EF， 再加上雷达的探测距离，双方也是有差距的。歼 15T 的有源相阵雷达口径要大于 FA-18E 正在换装的有源相阵雷达，光是探测能力方面，歼 15T 已经超过 FA-18EF， 再加上我们国产的歼 15T 能够挂载中远距的空空导弹，在这方面呢，对 FA-18EF 也能构成一定的优势。可以说，一旦歼 15T 这款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登上福建舰，那么它的综合作战能力将达到目前世界的一流水平。今后如果能够为它配备一款隐身的舰载战斗机，那么福建舰的综合作战能力也将提高到一个更新的层次。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